这是一部中国武侠史上的巅峰之作，李连杰因错失角色而感到后悔，林青霞片场差点失明。这是一间黑店，屠夫的刀工堪称天下第一，几刀下去，一只烤全羊肉骨分离。老板娘金镶玉表面风情万种，实际内心寂寞，心狠手辣。一手暗器柳叶镖用的更是出神入化，经过他店的人一定要留下点什么，例如贪色的人留下的就是全部身家。人死了也不能浪费，在资源枯竭的沙漠，什么都要物尽其用。屠夫刁不玉就很擅长做这事儿，有时候运气好，还能用这些人头到官府那里换点赏金。江湖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黑店，但他们都爱往里挤，毕竟在江湖谁都难逃一死，在店里死，起码还能做个饱死鬼。这就是龙门客栈。明朝景泰年间，东厂长工曹少卿残暴无比，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。兵部尚书杨宇轩上书皇帝，要求严办东厂，但是皇帝无权，如同虚设。曹少卿对杨宇轩严刑逼供，让他交出兵权。杨宇轩一气之下咬舌自尽。杨宇轩，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，交出兵权，哼，我就饶你不死。曹少卿以谋反罪将杨宇轩全家抄斩，但是留下一女一子发配到关外，这样就能清理杨宇轩的同党和旧部。杨宇轩的旧部周怀安请女侠邱莫言一起救人。邱莫言带着江湖人士冲进埋伏圈救出小孩，他们商量当龙门客栈和周怀安接头。和周怀安说好，在龙门客栈会合。龙门客栈是方圆5市里唯一的客栈，老板娘金镶玉风情万种，越南无数，她有着绝对傲人的身材和无比的自信，更重要的是情商非常高。在她看来，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对她不心动。虽然邱莫言女扮男装，但她一眼就断定邱莫言是女人，店里从没来过女人，她对邱莫言非常好奇，还去偷看她洗澡，不料被发现，二人动起手来，这一段堪称经典。也有2分姿色嘛。邱莫言不愧是高手，轻松将对方打败，还扒光金镶玉的衣服。虽然老板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但是裸体现场还是略显尴尬。他坦荡地躺在屋顶，对着邱莫言唱起了小调。骚男人，成天想着男人。突然马声传来，定睛一看，来人是一个俊俏小伙，举手投足全是气质。这是金镶玉30几年来第一次动心，他飞下屋顶，并用电旗裹在身上，施展他的媚步，贴近周怀安。这表情这动作，没有定力的男人绝对受不了。可惜周怀安不是正常人，心里急着接人，没时间搭理他，这更激起金镶玉的挑战心。通常都是别人在追他，他没享受过这种追求猎物的快感。他看见周怀安对着邱莫言温柔体贴，瞬间醋意大生，他一定要和邱莫言比个高低。正在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时，机会来了。周怀安找到他，付钱问路。金镶玉收了钱却不干事，要周怀安半夜到他的闺房才告诉他。周怀安不想跟他纠缠，转身就要离开，但是没想到下起了暴雨。东厂人也来到客栈，但这是先头部队，他们并不敢大声张扬，毕竟惹火了一群江湖人士，任务完不成很可能会被砍头。周怀安通过关系认出东厂的人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穿官靴的呢？同时对方也认出他，但双方都不敢动手。剑拔弩张之际，金镶玉连忙上茶打破僵局。老爷啊，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啊？他是账面带子文，两眼带桃花啊！周怀安想连夜出逃，但是东厂人一直守在大堂。别缠着乱打，他们要走就死跟着他们。他刚准备离开，东厂人立刻亮出尖刀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突然门外传来马声，幸好来的是边关的千户大人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啊！老爷您这一到啊，雨顺风调，这火就快灭了。这个大人和金镶玉很熟，可以算是老情人。千户盯着周怀安，越看他越像通缉犯。这时邱莫言上前拿出刚捡到的东厂帖子，说自己是东厂的人，下面的全是通缉犯。是我们的家帖，糟了，这想捉贼不成反变贼。我早就怀疑他们，好像就是我们东厂要找的人。你把他们带回京城去邀功，
他可以让功，所有功劳全都算千户的。千户一下没反应过来，金镶玉偷偷的靠近，在通缉令的人像上点了一点，帮周怀安逃过一劫。周怀安想了下现在的情况，门口有重兵把守，冲出去太难，东厂的人随时会到，想走出这个店几乎不可能。他只好牺牲色相，答应了金镶玉要结婚的要求，希望金镶玉告诉他一条密道，带他们逃跑。金镶玉一听还有这等好事，当场答应，还让东厂的人做证婚人，这把东厂的人搞不会了，他们也想拖延时间，等大部队杀到。虽然邱莫言也喜欢周怀安，但是为了大局做出让步。金镶玉开心的像个3岁小孩，这次他终于赢了，还顺手抢走了周怀安身边的笛子。成亲就成亲，这个做聘礼。要知道这是邱莫言送周怀安的定情信物，周怀安想发火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这是黑店近几年来最喜庆的一天，金镶玉换上了新衣，面对别人的调笑，她居然会脸红，全身上下充满了幸福感。也许这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刻。同样，周怀安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，他请求金镶玉能快点说出密道，可以让邱莫言和小孩离开。但金镶玉害怕周怀安也会和他们一起走，虽然知道自己只能留住对方一时，留不住一世，但他还是害怕会失去刚到的幸福。大厅里，东厂和江湖人士更是剑拔弩张。东厂在等后援，邱莫言这边在等周怀安递到的消息。早把正事给忘了。酒已经喝完，终于江湖人士忍不住了，大叫一声：“这帮龟孙子早有准备，横竖要打，来吧！”双方开打，瞬间乱作一团，不相干的牛鬼神神也参与战斗。从屋内打到屋外，邱莫言带着小孩逃回客栈，而金镶玉没想到会乱成这样，他以为东厂会给自己几分面子，起码会在天亮的时候再动手。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客栈被毁，还有自己的手下被杀，他崩溃了。他也加入战场。小川！一番苦战下来，东厂活着的已没几人，邱莫言受伤。金镶玉看着周怀安帮邱莫言疗伤的表情，那一刻他心真的痛了。他知道周怀安永远都不可能爱上自己，随后把笛子还给了邱莫言。你的笛子。满满的醋意，也许这就是爱情。没多久，东厂大队杀到，金镶玉带着幸存的人从密道离开，本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，但是狂风把还在的腰带吹到曹少卿的面前。山后有人。曹少卿带着人往邱莫言的方向杀了过去。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，邱莫言、周怀安留下来给他们争取时间。金镶玉本可以离开，但是他想到自己家园被毁，转身回去帮忙。曹少卿的功夫不是吹的，那全是实打实的真功夫。没几招下来，曹少卿一剑刺中周怀安，一掌拍得金镶玉吐血。滚开！一阵狂风吹过，双方陷入流沙中。曹少卿继续先发制人，他尽全力破沙冲了过去，这石头根本挡不住。邱莫言为了保护周怀安，一掌把他打出沙土，自己正中刀口。周怀安看见爱人中箭，直接从天而降，对着曹少卿一阵猛攻。另一边，邱莫言所处的流沙堆即将把他吞没。周怀安一时分心，更不是曹少卿的对手，被打得口吐鲜血。赶来的金镶玉连续出招，但也不对手。曹少卿以为自己是最后的赢家，快速的冲过去，使出绝杀招。突然，沙面出现异动，屠夫雕不玉从沙里钻出，一套快如闪电的屠夫刀法，1秒接近10刀的速度，围着曹少卿快速转动。曹少卿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察觉不到疼痛，只觉得有点怪怪的，看了自己的手和脚，崩溃大叫。就在雕不玉在准备用出钻沙神功时，被曹少卿预判了位置，一剑刺中。金镶玉看到了机会，把周怀安推了出去。周怀安拿到子母剑刺了过去，曹少卿徒手接剑。正当他得意时，没想到这是子母剑，直接一剑穿喉，结束了最后的一生。邱莫言死了，周怀安只好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带着孩子离开，而金镶玉带着屠夫回到
龙门客栈。他想了想，一把火烧了客栈，转身追随周淮安去了。爱情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？金镶玉对周淮安是真正的爱情吗？我想是的。虽然二人没在一起，但是周淮安改变了金镶玉的性格，让他从一个无所谓、无情无义的人变成了一个热血娘子，只因为他感到了爱。屏幕前的你被爱情打动过吗？电影《龙门客栈》的周淮安原本是由李连杰主演，但是由于当时香港不太安稳，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被杀，李连杰只好外出躲避风头，不再接片。后来续拍时，导演找到梁家辉帮忙，虽然梁家辉的武功差，但是摆架势足够的，真正动作方面用替身解决。甄子丹也算是捡漏，那时候他并不出名，但是他却把反派演得最出众。现在看来，也许正是李连杰的缺席，才让这部电影成为绝唱。毕竟梁家辉的演技相比连杰更适合这种阴柔的角色。还有在拍片时，林青霞被箭射伤眼，只能赶回香港救治，差点失明。后面其实都是形似他的替身失忆出演，失忆长相和林青霞非常像，几乎让人分辨不出。如果不说，你看得出哪些是替身吗？让林青霞更后悔的是，原来是林青霞主演老板娘，张曼玉出演女侠。但是林青霞看了剧本后，以为老板娘是个配角，没有挑战性。最后徐克以前看过张曼玉微醉过的样子，他就决定让他们调换。没想到这一换，张曼玉出演的老板娘那眼神成为一代经典，那动作相信是林青霞都驾驭不了的。还有那个屠夫刁不玉，更是让大家记忆犹新。他事后也出演过一些电影，但都是配角。现在把刀换成了笔，成为一名画家。你心中还有哪些经典电影？欢迎留言。